小西是咖啡店的店长。27。朋友们，今天我再继续给大家讲我写的小说《小西是咖啡店的店长》。上次我讲到，小西抽空回家看妈妈。他先是看到院子里的绣球花，几天前还是一片耀眼的蓝色，现在却已谢了，露出枝干。今天我再继续给大家往下讲。金黄色的菊花曾给人带来灿烂光明。一场初冬的寒雨将它匆匆送入冬眠，娇嫩的幼芽却悄然钻出，不无骄傲地仰看天空。不知道何时开始，妈妈走动的欲望减退了。原来并不嗜睡。近来每次回家，看到他都在卧在床上，纸笔已被收入桌子中间的抽屉里，摆放得整整齐齐。小西觉得母亲脸上的绯红已经消失，变为苍白，乌发也化成一片灰白。小西买了一台轮椅，为的是休息日时带母亲去附近的河堤。河堤下面是宽阔的河流，站在堤上能看见富士山，特别是在冬日清晨，看得很清楚。山腰银装素裹，在背后的蓝天映衬下，气势不凡。母亲非常愿意看这道风景。今天早上到达河堤时，看到因昨天风大，通道上置放了活动栏杆。小西扶母亲下车，自己再抬起轮椅放到栏杆那边，然后背母亲过去。回望母亲那一刻，不仅一惊，曾几何时，母亲身体已经如此干瘦，颤颤巍巍的，母亲眼睛也浑浊了。这就是母亲，丰美毅然的母亲去哪儿了？小西突然感到心在哭泣。他不敢接着想，难道来日无多？现在看着躺下多余坐起的母亲，却又感到那张脸上虽然少了光彩，但有一种平静和淡定。看到小西，
时不时流露出一丝自然的微笑。小溪想，母亲大概正在步入新的世界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在那个世界里如何行走坐卧。她也许在多少感到接近彼岸的同时，也感到一种坦然吧。再续。如果您喜欢，请点赞并订阅此频道。